大家好，我是大伟。脸上有皱纹、有褐斑，人就特别容易显老且沧桑。我知道很多人特别爱护自己的脸啊，有很多的一些化妆品啊，平常在脸上就拍拍打打，几乎都不停的。但是啊，架不住自己脸上的皱纹还是一天比一天重，褐斑的数量啊也是一天比一天多，颜色也是一天比一天深。这些问题啊都困扰了自己，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脸变得更白嫩、更光滑呢？其实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咱们的面部啊就像一张经络网一样，你之所以皱纹啊一天比一天深，这个褐斑的颜色一天比一天浓，就是因为你的经络网啊，它里面的一些点啊堵了。这些点一堵以后呢，我们面部的一个整个的气血微循环就会受到影响，很多地方的一些杂质啊没有办法更好的代谢出去，就会沉积啊，沉积下来了呢，要不呢就形成这个褐斑，要不就形成皱纹啊。所以今天我教你一个方法，打开我们面部的经络网。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面部由内而外的散发出一种这个热量啊，让自己的面部啊微醺一下，非常的舒服。这些都是你气血循环以后，面部经络网通了以后给你带来的这种感受。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大家记得把这个视频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收藏完以后再看，以免以后找不到了。好，我们开始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纯实木的梳子是专门为了打通我们面部的经络而打造，它的齿头啊非常的圆润和宽大，所以我们在疏通面部的时候，不仅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打开我们深层的一个经络网。好了，话不多说，直接用这把梳子来给大家演示。首先呢，大家把我们的面部想象为一个圆形，那么以我们的眼睛为一条分界线。那么上面呢，这个上半圆为一个区，下半圆为一个区。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这个动作它的一个步骤非常重要就像咱们叠被单一样，一定要抓着4个角叠，才能把这个被单叠整齐。脸上的经络网也一样，每一个动作先后顺序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先从下半圆的这条线，就是我们的下颚线要给它往上推到我们的耳朵后根。怎么去推呢？拿这个梳子，大家看上面的这个齿头你看直接平抵着我们的下颚角这条线你看来往上推着上去你看慢慢不急不慢的推上去。很多朋友在推这里的时候能感觉到就是沿着我们的骨骼往上推，他能感觉到里面有一根根的条索状一样的筋，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当中堵着的点。我们就这样推到耳朵这里你看我手指的位置，然后慢慢往上推，也不要推多就推一个10下到15下，慢慢的推慢慢的推上去。这个动作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仅能让你的轮廓显现出来，显得脸变小，同时呢能把我们这个下巴下面一些堆积下来不好的一些杂质给它推到我们的耳朵根处。耳朵根处呢就相当于一个疏导口，我们所有面部不好的杂质都要推到耳朵这里推到这个附近，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会儿大家看到后面就知道了。好，我们推上一个10到15下以后，再把我的左侧也一样，你看慢慢的不急不慢的往上推推的时候是缓慢这个力量要渗透进去，千万不能推着浮于皮表即便你推的时候有一些酸疼，也要忍受一下然后呢，我们推上去以后，再把这个梳子贴近我们的鼻子，大家看一边呢是贴近我们内眼角下方这个点，还有一边呢是贴近我们的一个下巴就把梳子这样垂直，你看放上去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梳子斜上方画一个弧度往上去刮到我们的耳朵你看侧面看一下，1、2、3、4、5、6就这样缓慢的往上刮。在刮的时候你会感觉面部一下子被提拉上来了我们一定要有这种面部被提拉的感觉。而且呢，很多朋友反映只要刮上10下左右，这个面部这个气血通达，就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微微的发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追求这个信号就这样去推到我们的耳朵根部。好，就这样，你感受一下，我半边脸没做，半边脸做了你感受一下，可以活动一下，你会发现这边的脸变得更加的紧致了。好，我们左边也一样这样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就这样刮。
同时动作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渗透进去，但是呢，不要这个太过于就是快啊，这个速度不要这样去刮啊，缓慢而渗透的去往上慢慢的去提。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有一点啊，大家不用去担心，因为这个梳子啊，大家看我脸上没有涂抹任何的精油，但是梳起来的时候对我们的皮肤非常的友好啊，不用担心刮的时候把脸啊给刮坏了啊。我们去这样去推，好，一样是10到15下以后啊，面部活动一下，两边都有紧致和提拉的感觉。那么我们下半圆这个区域就做完了，然后上半圆就会很简单了。你看，以脑门中间为一条线啊，然后来两侧刮，刮到哪呢？刮到我们的耳朵根部啊，你看刮到这儿，大家看啊，刮到这儿啊，来1、2，一边各刮20下到30下。同样的，脑门上面啊，有很多人刮起来有一些筋结，有一些小疙瘩，这些都是堵着的点啊。我们通过来回反复的刮，就能把这些点啊给它完全疏通。好，就这样刮。好，那么我的右边刮完以后，再刮左边，也一样的啊，非常的简单。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头脑门呢，就是我们的上半圆区啊，它刮起来可以稍微的快一些啊，因为它这里啊比较的平滑，它没有太多的肌肉啊作为阻碍，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刮快一些。好。刮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你整个面部啊，它都有一种微醺感、发热感，这个时候就对了。好，最重要的一点来了，我们刚刚把所有的点都积累在我们耳朵这个附近的一个疏导区，所以呢，大家看啊，我的梳子呀贴在我们的耳朵后面，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然后顺着这里往下刮，刮脖子，大家看，就这样，去做上一个30下左右。啊，这个时候啊，你会感觉酸酸的、胀胀的，都是正常的啊。我们要把这里啊给它疏通开来，因为我们所走的一个路线呢，就是经络网的一个路线。你只有按这个路线去走，你才能把我们整个面部啊给它完全疏通开来。好，就这样。好，来你看，依然是30下左右啊。你看做起来酸酸溜溜的，你会感觉啊有一种很酸爽的感觉啊，并不难受。好，我们就这样。这一套打开我们面部经络网的动作就完成了。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额头上面会出一种像细雾一样的汗，其实就是我们脸上的一个经络网啊打通了。面部啊温度微微上升，包括我们的耳朵啊温度都会微微上升，有一种微醺感，这种感觉啊是非常舒服的。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啊，一定要去追求这样的一种体验，因为这样的体验才能证明你做这个动作彻底把我们面部的一个网络啊给打开了。只有面部的网络打开，我们的气血通畅了，才能更好的代谢走一些不好的一些杂质。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一个动作3分钟打开你的全身经络。如果你经常出现啊腰背酸乏，浑身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疼，或者呢感觉经络堵了，每天啊没有精神，你不妨啊今天就跟我练一下我今天教你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名字啊也是非常好听的，叫做大钟摆功，是源于道家的一个传统练习的功法。那么大家呢，如果跟着我练，感觉有用的，浑身上下透着一种非常舒爽的，从骨头里面发出来一种舒爽的感觉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大钟摆功啊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分为2套啊，分别是小钟摆功和大钟摆功。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首先是小钟摆功。那么我们自然站直，双腿啊和肩膀差不多宽，手掌啊就握成拳啊，握拳了以后握紧，然后放在我们的腹股沟处啊，手往下撑啊，这个肩膀往下一沉，手就往下撑，你能感觉到有一种向下发的力。好，形成这种绷劲以后呢，我们开始转圈，非常的简单。这个手和手之间的距离啊，尽可能啊保持一致，就这样转。好。转上来啊，贴着什么呢？贴着我们的胸口去转，也就是说我们在转的时候啊，是这一个平面啊，大家千万不能做成什么呢？你看转的时候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就脱开来了。我们转的时候，手尽量保持什么呢？一个平面上面去做啊。所以呢，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你看，转，手贴着我们的胸口，好，慢慢的再转下来，好，再来往上。上去的时候可以吸气，下去的时候吐气。好，我们再来，你看上吸，慢慢的做，不着急。好，下吐。好，就这样。我们做这个动作啊，切不可心急啊，就是很多人做的时候就这样。
很随意的这样做啊。那么这个要做的时候有没有效果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效果的啊。你必须要有一种绷劲。那首先先要下撑，先找到这种劲，就是这种劲啊，就是把自己绷得紧紧的。如果说你感觉不到绷劲怎么办呢？你看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啊，就是我们去弹这个脑瓜泵啊。你看手绷紧的，然后只要我大拇指一松，我的这个中指啊就弹出去了啊，这个就叫绷劲啊。这个劲啊是绷在这里的啊。我们在转的时候也是时时刻刻保持这种绷劲啊。上吸，下吐。好，这个小钟摆功有什么用呢？它可以很好的打开我们上身的经络。不信的话，你做上一个，左右算一次啊，做个5次就够了。再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手臂，你会发现啊，特别的轻松。而且很多人做完小钟摆功啊，他会感觉这个血啊就往我们的手上涌啊，这个手上都有一种气血充盈的感觉。我们这个小钟摆功呢，我建议大家每天没事的时候，腰背酸乏的时候，肩颈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上一个10次左右或者5次左右，都可以看自己的一个状态。好了，小钟摆功做完了以后，咱们要讲大钟摆功。大钟摆功呢，就是带动着我们的腿部去做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这个大钟摆功腿就要分开了啊，宽于我们的一个肩部，然后手依然是和刚才一样啊，这个下面有一个绷劲，上面的这个上肢的动作没变。然后你看啊，我转身的时候，身体的重心往我的右腿去压，我往右转身，这个力量往我右腿去压，右腿微微弯曲。注意，这里不是弓箭步啊，不是要你直接弯下去啊，而是微微的弯曲，让我们的力量承受住啊。你看，在这个姿势的时候，我们开始把我们的左脚的脚尖踮起来，看，踮脚尖。手往上，然后腿伸直，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再过渡。你看，脚一转，转过来，然后另一只脚尖就要绷起了啊，绷起脚尖，脚尖要绷着啊，还是那种绷劲的感觉。好，回，大家感受到没有？大钟摆功就是把我们的腿脚腰背全部练到了，而小钟摆功呢，更多是集中在我们的上肢。小钟摆功像一些比较就经常久坐的啊，腰背酸疼、肩颈不太好的人比较适用。大钟摆功呢，就是用于日常的一个锻炼。我们一样是一来一回算1次啊。我们在刚刚从我们的右边往左边，现在从左边往右边，一样是啊绷劲。你看，绷好了这股劲以后，你看脚这个一弯啊，你看力量一沉下去以后，手往上举，这个时候你手只要往前伸。往前伸，你的脚尖自然而然会踮起来，踮起来以后就把这个腿啊给绷紧。你按进去以后，捶打进去以后，要是硬的啊，你看绷紧了以后往上，然后重心再移，你看另一个脚尖踮起，好往回，好一样的，你看走到上面，好颠回。啊，这个呢就叫大钟摆功，在整个做的时候啊，是完全的打开了我们身上的经络。这个大钟摆功也是左右算1次，我建议大家做一个10次左右为一组。你每天就通过这个大钟摆功就能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小钟摆和大钟摆啊，它的唯一区别啊，就是一个着重于上半身，一个是着重于全身，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学会了以后，一定要记得给视频啊点个赞，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是一个长期肩颈不好的人，你一定要意识到，你肩颈上面的问题其实和我们后背的肩胛骨啊是息息相关。可以说，肩胛骨状态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肩颈上面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我从侧面给大家演示。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的时候，大家注意看我的颈椎会发生什么变化？它会发生一个往前的一个位移。那么如果说当我把我的这个肩胛骨啊往后夹的时候，你看胸口挺起来了，同时我们的头部会自然的回落到一个最佳的位置，让颈椎的受力啊变得更加的好。所以说，想要完全的解决你肩颈上面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如何调整你的肩胛骨。今天这个视频啊，它的干货非常的多，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了以后跟着我做一遍，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那么咱们现在话也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教大家动作怎么去做。首先，想要调整好肩胛骨的位置，一定要从3块肌肉下手。这3块肌肉啊，是一个比一个容易堵，一个比一个容易打结。
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胸小肌。胸小肌它是连接着我们的喙突，包括我们的肋骨它如果紧张了以后，会把我们的肩胛骨往前去翻那么这里呢，我们怎么去找呢？其实非常简单很多人说这个喙突不容易找，我们只要把手自然而然的，你看放在我们的肩膀，就这样贴上去，然后大拇指呢，大家看往下去划一个轨迹你比如说，你看。往下去滑，按到的这个点呢，往下延伸大约1个手指的长度，就是这一块我们只需要把手定位到这个点定位到这个点以后呢，你去往下按按住这里以后呢，你会感觉发酸发胀。如果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手放在这里大拇指往下去滑，找到一个点，向下延伸1个手指的距离，你看定位住。向下按，好，有了那种发酸发胀的感觉以后，我们开始手伸进去，然后左右的去拨你看手伸进去，你看左右的去拨就这样，非常简单。如果你想要再把这个力度变得更大一些，我们可以把手你看背在我们的身后完全的把我们整个这个肌肉给暴露出来，然后手伸进去你看左右去拨。你摸到一个条索状的一样的结节，或者说你感觉非常的酸胀，有些疼痛，那么这个点就是我们胸小肌的这个点这个点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经常给它放松一下。我们一般左右横拨大概在20下就可以了。好了，这个点讲完了以后呢，我们讲下一个点。下一个点是哪里呢？下一个点就是你看我们的一个前锯肌，前锯肌的位置非常简单你看我手抬起来，然后我们的腋下这一块这一块，你手潜入进去以后上下的波动去按左右的去波动，你感觉到有一些刺痛感酸胀感，这个点就找对了你看从我们的腋下一直往下走你看手放进去，左右上下都可以找到那种感觉，你能感觉到最强烈的感觉，就顺着你的感觉去走如果说有的人他左右波动他不明显，他就上下不去拨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直至你找到属于你这种最强烈的感觉，我们就在那个点反复多做几次。那么很多朋友在手抬起来的时候，他感觉不明显，他也一样可以把手放下来就这样放下来然后去做我们上下左右去拨，也一样是去做一个20次到30次从上到下，然后再从上到下都可以走一遍就这样找到那个最紧张的点把它好好的放松一下。好了，这2个部位做完了以后，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右边和左边如果去做个对比的话，你会明显的感觉我的右边是放松下来的，而且就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活动一下肩膀是明显能感觉到我的右边是变得更加的舒服。好了，其实这里还没完最重要第3个点是很多人都容易堵的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斜方肌斜方肌在哪里呢？大家看我脖子一歪，大家看这里凸出来一条筋没有？看到没有其实这整个浓出的点都是我们斜方肌的部位。那么怎么把这个斜方肌给放松呢？很多人斜方肌是长期的僵紧，它即便是敲敲打打捶一捶都不能放松。那么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省力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只要去跟着做就能把这个斜方肌完全放松下来。怎么去做呢我们手你看只要按住这个隆起的点的一个中间比如说你看从我们的耳朵到我们的肩膀中间取一个点取一个点，我们手只要你看手指微微弯曲，然后扣下去扣下去，轻轻的把它按压住就可以了。按压住以后呢，我们的头部做一个什么呢？歪，然后往下，用我们的下巴去点这个肩膀你看歪往下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当我把这个点按下去以后，只要我的脖子在动，就自然而然用一种最省力的方式把这个斜方肌这个点给打开了。很多人做的时候会感觉发胀，就是这个筋直接连到我们的大脑，感觉整个大脑里面都有一点被牵扯着的感觉。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就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感觉，证明你这个斜方肌是过于紧张了。我们只要多做几次，这个感觉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弱慢慢的就好了。我们一般做上一个10下到15下，不要做多。好，当我们把这个点完全做完了以后，那么此时你的肩膀
你的颈部就会变得非常的放松，甚至你的手臂活动起来也会感觉一下子被打开这样的感觉。大家跟着我去做，如果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就是每天你可以做上1遍，只要你能连续做上一个10天到15天左右，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整个肩颈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而且呢，我们做的时候是左右两边都要做不能说你的右边不舒服就光做一个右边，左右两边都要做，达到一个平衡。好，那么今天的视频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的左边就不给大家演示了，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感觉这个动作好，可以把它转发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的肩颈也能和你一样得到更好的放松。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很多人正在被睡眠所困扰着，夜里是经常被一些小动静所惊醒，而且是反反复复的辗转难眠。那么今天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古方睡眠法，名为睡仙功。这个神奇的方法是我从北京的一对长寿夫妇那里求来的。他们从中医院退下来以后就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收藏和钻研一些古法验方。每次当我和他说到睡仙功的时候他们眼里总是充满着自豪。正是得益于这个方法，所以他们每天只睡7个小时，白天依然是神采奕奕，从来没有失眠过。可以说这个古方不仅提高了他们深度睡眠的质量，还能够帮助他们快速的入睡。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个睡仙功到底是什么，又为何会如此的神奇？今天我来给大家揭晓这个秘密。在古籍千金方当中孙思邈曾经就讲过一个故事太后数日未眠，身体是每况愈下，于是招来御医进宫。御医选取了4株特殊中草，放在太后的寝宫当中。说来也奇怪，仅仅是通过闻其香味，太后当晚就入梦了，并且自此摆脱了失眠的困扰。其实这个案例当中讲的就是中医非常有名的叫做闻香疗法。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草药的香气与人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些植物的香气具有调节人体神经系统的奇效。这些中草精华所组成的一些气味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鼻腔给到我们的大脑。说个比方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在你困的时候你闻一下风油精，马上就提神了。心火大烦躁的时候呢，当你走入一片花海当中，闻其芳香，马上就会感觉非常的放松，非常的宁静。相信看到这里，大家已经重新定义了香气。失眠的人，睡眠一醒的人，大多数都是心火烧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的神。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叫做心神不宁，古人的解法也是非常简单，就是直接把中草独特的香味通过我们的鼻子给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只要安心凝神，自然就能够睡眠香甜。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了，所谓睡仙功就是让你如同仙人一样食气而眠。现在我把这个独特的睡眠功法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就是经过世代医家精心研制的睡眠香囊，我自己已经用了2个月的时间了，效果是非常明显。以前我的睡眠会比较浅，虽然能睡着，但是容易被一些小动静所惊醒。用了这个睡眠香囊以后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踏实多了，而且随着每天闻着这个独特的气味，会发现这个睡眠的质量有一个质的飞跃。那么这对长寿夫妇告诉我这不仅仅是让人能够安心踏实睡眠的一个香囊，其中蕴含的中草精华更是能在睡眠当中滋养我们的五脏，修补并且代谢掉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杂质，所以也被称之为长寿香囊。而且用的越久，其中的好处你越能体会。现在我来教大家这个香囊怎么去摆放。我们收到香囊以后就把它挂在自己的床头，最好呢床头上面咱们挂2个卧室较高的位置比如柜子上面咱们挂上1个，那么枕头下方咱们放着1个。你按照这个布局做好，房间里面就会充满了一种独特的中草清香。闻着这个味，首先整个人就会感觉非常的放松和舒服。此时你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困一会儿就来了。我曾经用这个方法帮助过很多失眠的朋友，他们会用一些高科技，比
比如用手表啊去检测自己的睡眠时间，特别的神奇，就是用了这个睡眠香囊以后，他们手表上面显示的这个深度睡眠质量比以往提高了20%到30%左右。其实当你通过这个香囊回归到一个很好的睡眠，它就是一种享受，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会感觉非常的满足。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啊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家人，帮助睡眠不好的人更好的进入到睡眠当中。